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保护板是怎样实现非容均压的。它首先 MCU 呢是需要有一个隔离的地，也就是说它的地与我们电池的地不是同一个地。它是通过这个长管和这个电源管理芯片、开关变压器等，把这个电源呢变成一个隔离的电源，再通过这个芯片降压以后，输出一个 3.3 伏给芯片供电，再通过单片机的3个引脚输出串行信号来控制8位移位寄存器 74HC595。74HC595 的供电与单片机的供电是同一个供电，也就是说是供地。它这4个芯片是串联在一起的，通过单片机向它单个的芯片输入信号，然后它的输出端再向另一个 74HC595 输入信号，使它的每8个角，因为我们知道它是 Q0 到 Q7， 那么也就是说它的8个角，它的8个角，它的8个角，包括它的8个引脚输出相应的高低信号，从而控制我们这端的长管，这一排 NMOS 再控制这一排 PMOS。由于单片机能够精确地控制每个 74HC595 引脚输出的高低电位，所以能够精确地控制我们这个长管的导通与截止，从而控制这个长管的导通与截止，然后就控制我们这个功率长管的导通与截止，还有我们板背面的长管。好，我们测量一下，这一排是受 74HC595 控制的，这一排也是受它控制的长管。我们看这个位置有一个对原极分压的电阻，这儿是一个提供驱动信号的电阻，然后接到我们这个 74HC595 的这个引脚上。那么这端呢与它的电路设计完全一样的，那么它呢是接在下一个引脚上。就是这样，每一个长管受 74HC595 的控制，从而通过这个 NMOS 再控制这个 PMOS。 由于我们这个 PMOS 原极的电压是来自于这个受控的 PMOS 漏极，这个漏极是通过这个原极的电压，这个原极是通过这个电阻是一个58欧的电阻，然后这有一个二极管，这个二极管的这端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电容的12伏，通过这个 PMOS 原极向漏极导通的电压来控制我们这端的 NMOS 导通，上边和下边是一对 NMOS。 由于我们能够任意控制相应的长管导通与截止，所以呢我们可以控制这一对和这一对导通，然后呢再控制这一对和这一对导通。也就是说，当有4个长管导通的时候，其余的都是截止的，这样呢单个电池的电压呢就能够传到这个长管的漏极。由于传到了长管的漏极，再通过这些长管把这个电压呢再次往下传递，到最后呢把这个正电压传递到这个电容上，把这个负电压呢通过另一对长管导通到这个电容的负极，也就是说分别把单个的电池与这个电容并联，再在不同的时间检测这个电容上的电压，就能够检测每节电池的电压，通过 ADC 电路加到单片机来检测它的电压值。当电压偏低的时候，这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升压电路给这个电池充电。当电池电压偏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给电池进行放电，从而使每节电池的电压均衡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。由于我们每一组长管都受我们前边的这个小长管控制，从而呢可以随意控制每一对长管进行导通。那么假如说这个长管和这个长管导通，那么这端是负电压，这端是正电压。那么这个负电压呢通过这一组长管加到电容的负极，正电压呢通过这一组长管加到电容的正极。当我们这一对长管导通的时候，那么很显然这根线上呢是正电，这根线上呢是负电，这个负电压呢通过这个
场管加到电容的负极，这个正电压呢通过这个场管加到电容的正极，如此往复呢，就使每节电池给电容充电。同时呢，在电容上呢还有一个升压电路，就是我们下边这个升压电路加到这个大电容上进行升压以后，再给电容再次充电，并且呢它还能起到放电的作用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